林之一休年假，测试还得跑，等他回来得让他请我吃火锅。不是吧？上周刚休过。目标偏移，锁定失败。我靠！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这衣服，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次专门找人来让你身败名裂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呸！下贱东西，跟你娘一样。所以我穿到了个娘不疼妹要害的古代小姐身上，还要被迫受辱啊！穿越就穿越，这什么天崩开拳啊！早就听说林家狄小姐美若天仙，这次咱哥仨算是走大运了。要命，这就来了！废铁改造系统已绑定。哎，改造，这是我的强项啊！只不过废铁能造机甲吗？每当宿主成功改造废铁，都可以积攒能量值，能量值集满，便有机会制作传送机甲回到科技世界。请宿主在落魄古代顺利存活。当前可用废料脚料1副，袖剑2把，破铜盆1个。有机会回去，改。嘿嘿嘿，凌小姐，等久了吧？怎么办？3分钟，够了。大哥，他干啥呢？你不会以为拿这点破铜烂铁的就能抵抗吧？也行，会反抗的才有意思。试试我能不能抵抗啊？装神弄鬼，兄弟们上！别走啊！刚刚不是还想得挺美呢，回来继续啊！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不想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哦，带我去找赵氏。对，我带。起来，前面带路。姑奶奶，您能不能换个手托？我这半边脸快磨平了。不能，右手要吃东西。那是拖了3个人的那个姑娘，她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回世子，好像是糖葫芦。去打听一下是谁。是。世子，是将军府那个被赵氏陷害的嫡女凌霜，据说今晚被赵氏锁在柴房里找人欺负，不知道怎么就杀出来了。被锁柴房，反杀3人。是，有意思。凌霜，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月还被赵氏罚跪祠堂3天不起，现在托人游街吃糖葫芦，跟换了个似的。走，回去。哎呦，我的双儿！娘听说你妹被贼掳到柴房去了，急得一宿没合眼。你没被欺负吧？让大娘操心了，就是那3个不太抗揍。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外头那3个人是你打的？啊？怎么打的？命硬克亲，大娘以后走路小心点，别磕着碰着了。这个齿轮齿口完整，淬火还能用。这个弹簧弹力系数起码20斤。这谁家败家子儿把这么好的料扔这儿长草？大小姐是不是昨晚被下魔怔了？一早上蹲那儿扒拉破烂扒了1个时辰了。那边2位抬的那个筐别扔啊，放我脚边，筐里至少3样东西能用。
这弩卖多少？我们镖局全换了。不卖，租，按月付租金，弩坏了包修，见令算。林大小姐，签3年，现在就签。给我仔细找，他肯定私藏什么值钱东西。找到什么值钱的了吗？姐姐别误会，妹妹是看你最近忙着捡破烂，怕你屋里进贼，帮你检查检查。好狗，今晚给你加铁钉。你等着！世子，您是没见见，凌霜小姐在家里研发了好多器械用具，不仅卖给了镖局，还做出了一条铁狗，咬得将军府2小姐摔了个狗吃屎。哦，既如此，将本世子的军械用品赠与凌霜小姐，看看她还能做出什么有趣的玩意儿。林姑娘，世子说边关旧伤复发，需静养，这些军械废料堆在府里碍眼，烦请您帮忙处理。信里附了清单。他养伤，我处理废铁，你们世子是在求人帮忙？检测到精炼玄铁，纯度92%，贡品级别。宿主，这世子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企图？闭嘴！力道达标，不错。听说林姑娘昨夜砸了自家院子，先声明，10桌不赔。谁要你赔？我是来卸你那一箱废料的，下次别装了，直接送。那就好，尝尝新到的龙井。林姑娘不太喝茶的，茶喝多了耽误事儿。正常饮品选择是咖啡。咖啡？此乃何物？一种会炸的茶壶泡出来的东西，不重要。过2招。哼，行啊。世子输了可别哭鼻子。林姑娘这手功夫比你的茶艺强多了。进气量调到3成就该喷了，先试一下。呸呸呸！哎呀，阀门装反了。大小姐折腾得好，再折腾一会儿，老头子的饭也甭吃了。失误失误，马上放您下来。笑够了没有？你这是造铁护卫，还是造了3个祖宗？老头子去热饭，大小姐，你那个网下次算了。哎，你翻墙不是来看笑话的吧？本来是来送新的军械清单，也没想到竟然还有场戏看。行，戏看了，清单拿出来。还有，帮我修晾衣架。晾衣架怎么修？图纸有吗？你是世子，钉个木头还要图纸？老吴，你嘴！大半夜翻我家墙，都不用地拜铁的吗？
说了，别说了！谁派你们来的？你杀了我吧，我死也不说！不说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你这院子夜生活挺丰富。一个两个的，今晚是流行翻墙吗？有事儿？听到动静过来看看，看来不用我帮忙。来都来了，帮我把这5个卸下来吧。是赵夫人，她给我们1人20两银子，让我们来偷您的图纸，还说偷不着就放火。接头的地方就是尚书的别院。户部尚书需要我帮忙吗？行，那我先处理家事，朝堂上的归你。明天我让人送点像样的废铁过来。你那3个铁疙瘩表现不错，就是瞄准还得调。刚才在墙头我都看见了，不忘打的那发偏了至少2尺。所以说你在墙头看完了一整场戏。好啊，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不说话了。凌霜，擅闯祠堂是重罪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妹妹，下次堵门多带点人。你这是吓唬谁呢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爷爷奶奶别介意哈，孙女就翻一下就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对不住，姐姐有空再来跟你道歉。谁？凌霜，你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大娘，打扰你睡觉了，我就想借你点东西用用。宿主，你这算明抢还是暗偷？闭嘴！这叫我妈的遗物，女儿继承天经地义。这么黑，走，给你找个干爹帮忙。凌霜的狗，也对，也就他能做出来这种灵性玩意儿了。世子，这信上说的可是诛九族的买卖，所以得抓紧。跟他沾边的事儿，他这个行动力，咱们得赶早。世子，您莫非真喜欢上林姑娘了？多嘴，出发。伯母，小侄想提个亲。不是，这家伙突然干什么？我最近没招惹他吧？用得着这么报复我？世子说笑了，我们家婉儿还小，不小了，托人游街反杀刺客，砸尸狮子，这不小了，刚好够当世子妃。另外，关于当年凌伯母的死因，小侄这里有些新线索，改日跟伯母详细讨教。世子说什么呢？
你突然提亲做什么？这不是在搞我吗？别激动，权宜之计，咱们联手扳倒户部尚书，有个未婚轻妻的名头好办事。行，你演你的，别挡我查事就行。这里怎么会出现林之一的笔记？快逃！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前男友的遗物。哪个前男友？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谈过前男友？说话呀！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什么时候死的？凌霜，那双子没事啊？大人，世子好像在撒娇。前男友，前男友，前男友，你给个准话，到底是不是前男友啊？这是我嫁妆机关，谁打得开我就嫁谁，打不开就别再问。你嘲笑我？你也不知道密码吧？我回去就研究，你别反悔。哎呦，谋杀亲夫，滚！管家，管家，哎，世子有何指示？你看这行字，笔画毫无章法，间距忽大忽小，收笔还带颤。这前男友的字写的比我差远了。世子，您大半夜把老奴叫起来，就为了说明天把府里所有带锁的匣子都搬来，我先练练手。017号，那016号是谁？臣和镇国将军凌啸天治家不严，将军府私藏军械。尚书大人这话说的，那些军械是我送给我未来世子妃的聘礼。怎么，本世子给自家媳妇送东西也要跟您报备？行了，还有没有安静点儿？无事退朝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不是太好了！世子爷在朝堂上当众说您是世子妃，说那些军械全是给您的聘礼，文武百官全听见了。他在朝堂上当众说的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全京城，宋玄铁说是废料，被令牌说顺便，来向赵氏提亲说是权宜之计。这人嘴上说合作，手上干的全是追人的活，就我完全没往那方面想。凌霜啊凌霜，你可是搞工程的，怎么连这个都没算明白？他第一次翻你家人墙就不是来看戏的。唉。你来的正好，这盒子我打不开，但未婚夫3个字我今天已经在朝堂上说出口了，文武百官都听着。你不认账，我就成京城的笑话。你一个北凉战神，怕笑话？怕。北凉军里那群副将要是听说我被退婚，能编出18个版本传遍边关，以后我还怎么带兵？你就这么翘了一晚上？半晚上，后半夜在练字。你那前男友的字实在不怎么样，我照他的笔记临了一遍，比他强。不是前男友，算了，假夫妻也不是不行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给我搞到军器件的通行令。早准备好了。就等你开口。苍梧关近3年的报废军械清单也在里头，你不是想查军械编号对应的流向吗？这批废铁的编号跟密室账册上那几行对得上，我标了红圈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要查军械流向的？你第一次进密室那天，你翻账册的时候，眼睛先看编号，再看日期，再往回翻，一看就是在找东西对应。所以你提前了多久准备这份清单？密室之后第3天开始整理的，不太全，后面补过2次。这人从他翻账册的眼神就看他要干什么，然后悄无声息的把他背齐了，等自己开口。你这人，谬子。对了，军器件里有个老工匠叫老韩头，你要拆工程弩的话，直接找他，说是我让你来的，他不骂人。你连我要拆工程弩都知道？你对这堆废铁比对我热情多了。你跟废铁比，这工房里满地都是武器零件，你们挑这里偷袭我，谁给你们的勇气？留活口，谁派你们来的？要杀就杀，废话少说。倒有骨气。那你听好了，刺杀本世子和未来世子妃，按律凌迟。你要是现在说，我给痛快。是户部尚书，城管把军舰的好料换成废铁，偷运出去卖。尚书大人说这批料被查了，让我们来灭口，你们不得好死。闭嘴，接着说。南码头有船，乱石港有仓库，我们只负责搬货，其他的真不知道了。
不用审了，地址他自己带来了。这种混合色粘土，京城周边只有西郊乱石岗才有。走，还能追。追。快，砍断拉绳，强行开船！不行，这样太慢了。什么东西？我的脸，我看不到了！以后剿匪我直接带你，比带1000精兵管用。通敌的罪名，今天算是坐实了。还差一本，账册里少了一本记录收受敌国贿赂的金册。这个破系统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线下正是需要它的时候还不开机。我靠！你说清楚再来啊！什么蓝？这里没有蓝色东西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坏了，一不小心给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没事，快继续找吧。你看看这个。往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。我母亲不是细作，她是卧底，我要找更多的证据。走，去天牢找赵氏，让他亲口认。是尚书大人牵的线，毒药是狄国经他手递给我的。当年给狄国牵线搭桥的人，现在在哪儿？一个叫查先生的人，他在京城开了间茶馆。我只知道这么多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陆贡慈，让他签字画押。好了，吃口甜的。吃饱了才好继续找人。两位想来点什么？随便来一壶。好嘞，好嘞。检测到此人的指腹剪痕分布与生母指甲毒物成分完全匹配。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杀人吗？谁指使你杀我娘？看来你都知道了，你爹，镇国将军凌啸天。数据修复完成，第2阶段任务已载入。敌国军师代号镜，能力评级 S， 掌握与宿主同源技术体系。警告：切勿暴露穿越身份，保持静默观察。怎么？你有没有那种很久没见的老朋友，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了，突然听说他就在附近？以前军中的副将，后来投了敌，再见面就是张兵相向，没什么好叙旧的。哼，也是。不管那老朋友是谁，你现在跟我定了亲，叙旧的话，可不可以带我一起？我带你去。镜的坐标已锁定，距京城不足300里。机关术实锤了，这个镜绝对就是灵之翼。017号实验目标在限定时间内击败016号，失败则系统自毁。原来铁盒里那句别信系统快跑，系统不是帮忙的，是拿我们当蛊养，自相残杀。听说敌国最近换了个新军师，挺能打的。半年之内连破5关，以前那块地方打了3年没动过。这么厉害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哦，还有呢？来历不明，善机关术，每次工程器械都不同。有回雁回关用了折叠云梯，守将说梯子能自己弹开，8丈城墙说上就上。那长得怎么样？长得还行。不对劲，他
他对打仗不感兴趣，怎么对这个军师问的比兵部还细？苏青，把静的档案调出来，今晚送到书房，全套的。是。限定时间内击败对方，失败方系统自毁，前面15队无一生还。我去将军府找你，你不在。打铁铺劳说你下午去了一趟，跟他说要打几件的东西，没图纸。老板说你当时站在炉子前面发了好一会儿愣，锤子都没拿。我不用憋，我不想听假的。等你想跟我讲了，随时讲就好。好吧，你坐下。既然你想听，先声明，听完之后不许笑，不许摸我额头看发不发烧，更不许以为我疯了。我不笑。我不是凌霜，准确说，身体是，灵魂不是。我来自1000多年之后，是个造机甲，就是造一种很厉害的机关人的工程师。我那个时代有电灯，有电话，人能在天上飞，打仗用的东西比你见过的所有兵器加一起还厉害。电灯是什么？就是不用火也能亮的灯，开关一按就亮，再一按就灭。你别打岔，重点不是灯，重点是我不是原来那个凌霜，我是从未来穿过来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穿越吗？就是灵魂从一个时代跑到另一个时代，住进别人的身体里。所以，你现在住的这具身体是原来那个凌霜的，但里面是你。对，你不觉得离谱吗？不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？不觉得我疯了？你那个时代的东西用废铁能造吗？我跟你讲穿越时空，你问我这个？我第一次在大街上看你溜人就觉得不对，然后在军器间看见你抱着工程弩跟精铁也打不出核心，你拿着破铜烂铁一晚上一个，要么你不是人，要么你懂的东西根本不属于这里。所以你早就觉得我不正常，那你还提亲？我又没说这是缺点。这人根本不在乎我是从哪儿来的。行，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，我脑子里住着一个东西，一个会说话的小精灵，能扫描废铁的配方，能指导我改造，还能识别周围有没有和我同一类技术的造物。他在说话吗？我听听。这位是我见过对宿主最没有边界感的古代人。小精灵骂你。还有静，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搭档林之意，我们同窗7年，毕业后共用一间实验室。出事那天我在侧外骨骼，他在休年假。我今天去打听他的情报，是想知道他来没来，离我多远。你这个搭档是男是女？女的。以后不能随便说什么事了，系统都听得到。该造物为0177号宿主独立制造，无同源痕迹。至少目前为止，林之一的东西还没渗透到身边。你说你那个时代女人要喝一种很苦的豆子煮的才能开工，你在这儿没得喝，所以最近才脾气这么差。我现在没空你跟你咖啡和脾气之间的相关性。坐标已锁定，接口牛车，车轴改造方式匹配。车轴上的改造刻痕极新，不超过3天。姑娘要打什么？打听个事，前几天是不是有人借你炉子改过一辆板车？3天前有个戴斗笠的女人来过，给钱挺痛快，就是银子成色不对，不是京城的官银，上面注的是北边的号。你们京城的糖炒栗子不行，太甜了。妈的！你骂人的声音在外面都听见了，先把饭吃了再骂，空肚子骂人伤胃。如果有一天我步步跟一个人分出初死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那得看那个人是谁。如果是坏人，杀；如果是你在乎的人，你从来不是一个人，别老想着自己扛。3个月内连破5关，每一次的机关铸成术都和我的设计思路如出一辙。这是苍梧关的地形分验图。放我下来，我还有一台补网没调好准星。准星跑不了，你先给我晒15分钟太阳，晒不再加时。喝完再说。再有半月，我奉命巡边，可以带你。给我苍梧过去3年的报废军械清单。怎么我要什么你都有？上回你讨军器件通行令的时候，我就让人整理了。这人太恐怖了，做对手一定头疼。你能不能有一次就一次，在我开口之前，别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？不能。弹射抓钩比我预期的好用，就是这个回黄力道，第一次用的人容易把自己拽脱臼，所以我给你装了缓冲阀，拽不脱臼。最多肩膀酸2天。未婚妻真贴心。上回跑直线测过了，今天是转向，你站那边，我绕你跑3圈。转向半径还得再调，第3个弯拐急了。不急着调。我问你件事，到了苍梧关，要是真碰见你林之意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没想好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，他欠我一个解释。那我帮你把他抓住，解释的事你自己来。你不问别的？比如万一他真的想杀我呢？那就更得抓住了，抓住才能问清楚，问不清楚就关起来慢慢问。军器院不缺一不上锁的功法。行了，起来，地上量。笔画是他自己的，但用力
比平时写字重。最后一撇拖得又长又急，像是在赶时间。你比我早半年到，比我早半年发现系统有问题，然后一个人去了敌国，在那里从头建起一支能打仗的机关部队。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等我见了你，你最好一桩一件给我说清楚。走吧，带你上战场。记住了，只咬敌人，别咬自己人。萧环是自己人，林之义情况比较复杂，等我给指令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叫的？凌霜，明日卯时整队出发，你东西收拾好了没有？收拾好了，让你的马留点肚子，我这儿还有3箱零件要驮。3箱？这布阵方式我认识，读书时候他跟我打模拟战，每次第1层都摆这个，我教他的。教会徒弟头疼老师。对，我现在很想穿越回去扇自己。奶奶的，林之夜！我真是服了，这是我发明的坑道速挖法。往好处想，他要是用我的战术打你，你反而没有头绪。等着，今晚给你破关。他要见我，这些机关全是他留给我的暗号。他不是在守关，他在叫我过去。那就过去，我在后面跟着。他敢动你，我这剑不认什么同门。得了你，他是我搭档，又不是我前男友。你的咖啡机把我也炸过来了，比你早了半年。我醒来就在敌国军营，挂的系统说我是016号，任务是在时限内击败017，输的那个系统自毁，人能不能活没说。铁盒里的警告是你留的，我花了半年才摸到系统底层那行隐藏代码，发现我们不是第一批，前面15个全死了。检测到016与017同场，竞争协议激活。第1阶段，限时3日，攻守互换，失败方将执行清除程序。你之前在将军府工坊里拼了命改装备，3天没出敖德蒙乌青庸，就是因为这个？是我没跟你说实话。当时系统里那条将来送废铁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要不要我看到了，但不诉你之后你能怎么办？你又不是系统里的人，这玩意儿长在我脑子里，连碰都碰不到。所以你一个人扛不住了才告诉我。你在实验室的时候出了问题自己解决，穿越之后也一直这样。你帮我的够多了，这件事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。那就打，把那个造反的东西从你脑子里弄出来，你谁都不许输。我从北凉带来的亲卫一共3000，驻扎在仓库关外的有1200。这1200人分成3路，左路堵死仓库关往北的水道，防止敌军从水路包抄；右路守住廊条，让南岸的头卡住；中路我亲自带，正面推进。仓库关的城墙、粮道、水源、退路全归我管，你只管进攻。30天，120里，你推到哪儿，我就在你后面把那条线守住。你不是一个人在跟他打，你有兵，你有我，你身后站着3000人。你刚才出去是去拿旗子，还顺便踢了门口那块石头一脚，不然手痒想砸东西。你生气是因为我没告诉你，还是因为女系的朋友杀我？都有，主要生气是你觉得这件事是你分开了半年事。你有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，他没见过我，你告诉我怎么打，我来做他算不到的那一步。你甚至不知道系统长什么样。不需要知道，他在你脑子里欺负你，我在外面收拾他，够分工明确了吧？好，分工明确。凌霜为攻方，林之义为守方，纵深120里，30天之内必须将战线推进到指定坐标，否则判定失败。这片地形我在北凉军打过3次，每次都在同一个点被卡住，就是这里。第1次打，我的骑兵被卡在剑这边整整4天过不去，对面只有300人手。第3次我把投掷绳推到制高点，火力覆盖了2天1夜了，覆盖了2天填过去的，最后人命折了600地数。造桥常规过件方式，他应该都排好了对策，所以造桥不切度不行，正面强攻更不行。那就只有一种他算不到的方式。什么？你去哪儿？攻防，别跟过来，给我3天。世子，早饭端他攻房门口去，他要是不开门就放门口。反了！去叫萧环，告诉他我有桥了，飞过去的那种。你这翅膀能载2人吗？不能，单人滑翔翼，2个会坠毁。所以你一个人飞过去，对面全是伏兵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这次飞过去的是你女朋友，不是他前搭档。他能算我的战术，但他算不到一点，他不知道我谈恋爱了。放手！你谈恋爱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站着！我的系统每次和你同场时，都会自动推送一地段加密代码。我花了半年破解了其中的一部分。原来如此，进仓棚关以来，其实我也收到过同样的推送，可每次都被自动标注为背景噪音过滤掉了。系统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，
他是在测试我们能不能同步。我们理解错了。我走之前给你看个东西，16个坐标，没有一里走出过这片区域。回去把你的铁盒底层代码和这些坐标对一遍。这16个坐标不是战场位置，全是穿越者的初始落地坐标。前面16个人连这片区域都没能走出去，就双双自毁。这16队如果都是以同归于会收场，设计这套东西的人图什么？造一台只会把所有人弄死的机器，对他有任何好处吗？真正的规则，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竞争。当双宿主达成情感与战术同步云止，竞争协议自动终止，前提条件是你那个桥墩间距不对，标准间距是3尺，你放成3尺半了。这边河床是软泥，3尺间距承重不够，必须加半尺。软泥也得按工程力学来。你大学的时候结构力学怎么考的？我结构力学满分，倒是你地质勘察那门课是不是忘了？软泥地基不加宽间距，桥墩会沉。你那边根本就不是软泥，我昨天派人挖过，底下是沙石层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先统一标准再动手？你再骂几句。你们俩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骂人我词汇量有限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，你们别指望我。不用新词，你就把刚才的话再吼一遍。对，吼一遍就行。这方案太糙了，你俩较劲有意思吗？给我把树枝放下，先吃饭。我让伙房热了3次了。有用，他每说一句我们同时反他，同步率就跳一阶。我总结了，规律不是要在技术上达成一致，是要在同一个瞬间对同一个外部刺激产生相同的情绪反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同时觉得他烦人，觉得他可爱也行。我选可爱。你们俩刚才同步率最高的时候，明明是在以笑我。我靠，我明白了，之前那些每一组都在按系统提示互相厮杀，唯独我们这一队因为林之一你提前发现警告而主动接触，打破了预设剧本。这好是什么？检测到未受第三方介入，警告：实验观察者协议激活。代码里出现了一个从没被提及的角色——观察者。你那个时代实验室的上级是谁？铁木集团。你们那个时代有个大公司，专门把人往1000年前扔，还搞个系统看戏。你这人概括的异常精准。你看，我从竞争协议的后门代码一路猫到观察者的通信端口，发现一个关键漏洞：观察者只在系统判定实验异常时才会介入，而判断异常的标准就是双宿主同步率超过阈值，这反而暴露了命门。这是拿自己当诱饵。你说的对，但这次我们有2个人。你们负责诱饵，负责切断通道。告诉我系统在哪儿。就是现在。这辈子不想再碰一行代码了。结束了。脑子里那东西没了，现在脑子里还剩什么？剩你。他不是敌国细作，是被敌国胁迫的中立工匠。他能做出比敌国更厉害的机关战甲。杀一个能工巧匠容易，再找一个难。臣以世子之位作保。他若再与敌国来往，臣同罪。准了。特批军器级不受俸禄，但有一间独立的工坊。谢主隆恩。好啦，工坊比实验室虽说较小，但工具齐全，比他当年给我分的实验室小1半还不止。知足吧，我刚穿过来的时候，连个拧螺丝的扳手都现造。听说你们要成亲了，我给你画了张图纸，春分那天。给他加一盒蟹粉酥，塞在庄严最下层。林之义给的图纸，我学了3个晚上。这比实验室那把好用。宿主检测到灶台有可用废料，建议改造自动摊饼机。这次我来改，
你教我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教。什么叫火力不足？我们家灶台够旺了。新婚第2天就来攻防，你们不用度蜜月的吗？他非要来，煎锅残片的核心加密层解不开，他说你肯定有办法。另外，你给我的嫁妆扳手很好用，那是我用了3个月反复教成过的，公差正负0.5丝。说说煎锅吧。残片里留的不是环吃完整系统，是子系统。那个大系统在卸载之前分裂出了一个子模块，寄生在煎锅里，功能被压缩到只剩扫描和改造建议，没有竞争协议，也没有观察者通道。简单说，这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清理干净的碎片。不会哪天又造反吧？不会，他现在的智能等级大概相当于3岁的机关犬，会叫会认人，会提建厉害人。你把夹层解之后，还能给他加个开关，不想听就按掉，本质上是个会摊饼的语音助手。加个开关，我批了。大小姐，世子爷，这是兵部新拨下来的报废军械，说是按世子之前申请的额度。什么报废军械？这是给我家夫人的实验材料。是实验材料。这个编号眼熟，是苍梧关那批报废清单上的。你什么时候申请的？回京第2天就递了申请。军器监那边说这批废铁堆在仓库里占地方，我主动申请帮他们处理，他们求之不得。所以你用一个处理废铁的名义，把苍梧关的报废军械全运回我家孤房了？不全，林之义那边留了1/3，他说有用。分工明确，他搞研发，我搞改造，你搞运输。还有一个分工，我负责在朝堂上给这3个角色找合法名目。今天是废铁处理，明天可以是边境防御装备升级。臣启陛下，北凉边境3关的防御器械老化严重，雁回关弩机30%已无法正常使用。苍梧关唱的投石车去年冬天冻裂了。臣有方案，军器舰新任技术顾问林之义以射本比传统弩机低40%，射程提高2成。将军府嫡女凌霜，也就是臣的妻子，负责监造首批样机。连发3件，那得省多少人力？3个人干的话，用1个人就够了。如果3关全换装，每年能节省军费至少2成。陛下，臣以为世子此意可行。朝堂那边定下来了，3关换装首批定了800架，户部给的预算是6万两。我算了算材料费、金铁加齿轮上装填弹簧，一架成本大概45两，800架36000两，还剩24000两的利润。利润分3份，你1份，我1份，军器舰工匠们1份。萧煌的那份，回头让他自己来找我要。他不要利润，他昨天跟我说，他要的报酬是回家有饭吃。我说你不是雇了厨子吗？不一样。你们2个够了。之意，我有个问题。你在敌光军师的时候，那些设计图是怎么画出来的？系统不能帮你动手，只能给提示。你一个人画了半年图纸？不是一个人，敌国给我配了3个工匠当助手，但他们看不懂我的图纸符号。我花了1个月教他们基础标注法，后来熟了，他们能在我画完大样之后自己补细部。有个老工匠说我的图纸像天书，但造出来的东西比他们的工程一切好用10倍。我走之前把图纸全烧了，他们学到的技术带不走，图纸不能留给敌国。萧环给我做保的时候，朝堂上有人说我把技术藏私，我没藏私，我只是不让他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。世子妃，这弩机真能连发3件？看着。测试报告上这种射速，我们边境守军要是能装备上，800架已经开工了，首批交付200架，优先给雁回关。雁回关的弩台基座，木机装不上去的，我让人加了一批转接底座，跟弩机一起发过去。转接底座，这又是谁设计的？我，尺寸图纸随第一批货一起送，守关工匠照着装就行，不用另外请人。林顾问，老夫收回之前反对你入职军器舰的话。兵部那边追加订单了，雁回关的200架还没送到，苍梧关那边就来人催了，说3关都在排队。户部那边跟我商量，能不能把明年的预算提前拨过来？不能，工坊产能1个月最多200架，现在接到手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开春，再加单就得扩工坊、招人手、多备料，要加钱。我已经给户部回了函，让他们自己看着办。户部尚书怎么说的？他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跟户部谈生意谈得这么熟练的人。我说你以前没见过搞工程的。今天在靶场上，兵部那几个老臣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尤其是那个老周大人，他去年在朝堂上弹劾过林之义，今天说收回反对的话，你当时在场听见了没？听见了，林之义还冲我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别让我去寒暄。他不用寒暄，他只要继续画图就行，技术摆在那儿，谁用谁知道。对了，他那个老工匠的事，他在敌国的3个助手
战后被北凉军俘虏了，现在关在战俘营里。他没跟我说过。他大概不好意思开口，要不要把人捞出来？战俘营那边有3个工匠，北凉军俘虏的，说是你以前的助手。我没跟你提过他们，萧环查到的。他说你看图纸的时候用的是敌国那边的标注习惯，一看就是带过徒弟。你烧了图纸，但没烧掉他们脑子里学的东西。他们还活着。3个人都活着，就是关了大半年，瘦了不少。萧环说已经让人送了换洗衣裳和吃的过去，明天你见到他们应该不会太糟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烧图纸吗？知道，不留技术给敌国。那3个工匠不是敌国的人，他们是被征召的民间匠人，老家在边境，村子被占了之后，全家被编进军工坊做工。他们帮我造过6台工程器械，12台折叠云梯，30架弩机。走之前我让他们藏起来了，藏在工坊地窖里，等战打完再出来。你怕他们被清算，我怕他们因为给我干过活被杀。图纸是我画的，命令是我下的，他们只是干活。现在他们在战俘营，是因为给我干活才被关进去的。明天人到了，你自己安排。军器间的工坊我说了算，多3个工匠不用跟任何人报备。行。老周，我图纸烧了，你们学的东西还在吗？林姑娘，那个折叠云梯的图纸，我闭着眼也能画出来。行，明天开始画。工坊里面给你们留了3张操作台，工具全的，先画图，画完再审。我的规矩你们知道，一图3审，有问题改到合格为止。上次是第1次，这次是第3次，我已经进步了。你看我拆这个外壳，4颗螺丝全卸了，没划丝。可以，接下来拆齿轮组，从最大的那个开始，按顺序排好，装回去的时候别搞错顺序。拆坏了怎么办？拆坏了我再做一个，你学不会我再教你一遍。这个动力核心不比朝堂上的事简单，但学会了你就能自己修护甲。你最开始学这个的时候拆坏过多少东西？数不清。大2那年做外骨骼关节，一个检录器我装了拆，拆了装，反复了20几次，最后装好了，林之一用酒精给我擦手，10个指头全磨出泡了。所以你现在手上全是茧，这双手打过刺客，造过机甲，修过机关拳，现在又多了一样，修我的护甲。你的护甲本来就是按你的臂长定制的，你自己学会才合理，我不能每回蹲在你胳膊上调螺丝扣。世子，这是这个月军器件的收支账册，林顾问让我先送过来给您过目。放这儿吧。他那边3个新来的工匠上手了吗？上手了。折叠云梯的图纸昨天审完了，今天开始下料。林顾问说批5台下月交付，比原液化提前10天。你上个月设计的那个纵重弩筒，兵部追加200架的订单，户部那边在跟我商量能不能降一点价，说库银紧张。降价可以，前提是批量要大，定个长期合同。我跟他们谈过2次了，他们嫌合同期太长，我说那就别谈降价了。你跟他们谈的合同期多久？3年。兵部说3年太长，户部预算没法跨年，我说1年也行，单价不变。他们最后答应了3年。你什么时候跟户部谈的？上个月你巡边的，我一个人去的。户部尚书一开始带了4个算盘来跟我算账，最后4个算盘都歇了。林霜，我现在确定了一件事，就算没有系统，你在这个时代照样活得好好的，可能活得更好。监锅说检测到灶台有沸等能，建议改造成暖炉。改了，在厨房东北角，明天早上你过去就能看见。他说这叫余热回收系统。余热回收这个词他怎么知道的？不知道，大概是从残留的系统数据库里翻出来的。反正他现在每天早上1句话1个改造建议，我挑着做。云梯的折叠关节减1道，从5道减到4道，减少收放时间。1道的话，结构强度会不够？你用这个新合金配方试试。军器间隔壁的冶铁炉我让人调过了北壁。样品什么时候能出来？3天。好，仓务官换装之后，下一步是狼跳堰对岸的住房，那边是高需要轻电化的工程器械。草图在哪儿？在战俘营的时候画在牢房地上了，被雨水冲了。那就在桌上重画。所以现在整个厨房冬天不用单独烧柴取暖，煎锅早上摊饼的余热经管道进暖炉，暖炉加热水缸，水缸龙头一拧就有热水。他知道这叫系统集成，他数据库里残存的概念。不过他建议下一步改造自动蒸笼，我说的你批准？你审完再动工，不过有条件。遵命。你审第1遍，我审第2遍，审错了没关系，改造就行。工程没有不出错的，出了错就修正，这叫迭代。3关换装已经完成了，仓务关和宴回关，剩下狼跳堰南岸的住房还没动。那边地势太高，普通弩机仰射精度不够，所以我在改折叠云梯的同时，画了一套高仰角弩机底座，仰角可以调到65度，比标准底座多了15度。材料呢？高仰地底座的转轴受力比标准底座大1倍，普通铸铁扛不住。用你上次在仓务关缴获的那批合金箭头回炉重招，我算过配比，铸出来的合金强度够。那批箭头是战利品，按规定要入库。入库之后可以申请调拨，你明天上朝的时候顺便递个申请。什么理由？军事训练实验材料。
你现在比我还会写神雕理由。当年你连军器院通行令都问我要。世子妃，这弩机昨天试射了一次，仰角拉到最大，一箭飞过了对面山头。我手下有个小子非要跟弩机比射程，结果输了。今天早饭都没。箭是怎么校准的？末将按照林顾湾再附的校准说明调的，先定基准仰角，再调风偏，最后校正瞄距，调了3遍就准了。上手快吗？那行，快。下一批运10架过来，驻防点全装上。你在军监那边有没有听说，兵部打算在下半年搞一次全军器械大比，各关驻军都要参加，比的是器械改装实战效果。听说了，林之义收到函了，邀请军器宴出角屏展示。他打算把高眼角弩机和折叠轮枪都报上去。大比的第1名，兵部会统一推广到全军。你猜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军器舰？无所谓，盯着我们的人越多，我们的东西越容易被看到。技术在手里不备用等于白费。下个目标是让你学会怎么给机关犬换齿轮油。它尾巴那套齿轮组该保养了，从最大的那个齿轮开始，拧下来用布擦干净，旧的油全部清掉，再上新油，注意别把铁屑留在齿轮缝里。接下来上油要薄，不能糊一整块，用毛笔蘸油涂在齿面上，涂匀，过关。那你要是不在旁边看着，我拧错了齿轮顺序怎么办？你就再拆一遍重装。我说了，出了错就纠正。本次全军器械大比，参战器械共24件，经3轮实测评选，第1名军器间高仰角连发弩机1名，军器间折叠云梯，2件器械的精准度、耐用度和实战适应性均为最优。兵部决定自今年秋防起全军推广。大人，末将有个问题，这连发弩机的装填弹簧在沙尘天气会不会卡？不会，弹簧组件加了密封罩，沙尘测试在雁回关实地跑过3轮，卡弹率低于2%。如果你们在实际使用中遇到卡弹，拆开密封罩，用刷子清理弹簧槽就行。每台弩机都附了维护图，图上标了怎么拆怎么装。维护图是林顾问画的，我和老周一起画的，每张图都找了不识字的新兵试过，能看懂才发出去。有劳二位，有劳。监国今天的新建议，检测至菜园土壤含水量不足，建议改造自动灌溉系统。你给他连菜园了？他自己扫描到的，说土壤电致力异常，推断含水量不足。我让他在厨房老实摊饼，他非要去管菜园的事。那就改吧，图纸让他投到界面，你审第1遍，我审第2遍。反正厨房暖炉都改了，不在乎多一个菜园灌溉。你怎么怪怪的？我想确认一件事，你现在脑子里想的是这个时代的事，还是你那个时代的事？都有。我开始记不清实验室的天花板是什么颜色，但我还记得林之义休年假前回头冲我挥手，他说回来请我吃火锅。我现在还是想吃火锅，用煎锅改装的火锅。你上次说火力够旺。螺丝松了。我知道，我故意没拧紧，看你能不能发现。发现了，下次不用测试我，直接告诉我哪里松了，我拧。